树回春，什么都可能。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我心的沸腾，害怕你的我，点燃使命的火。没想到是腹部出血，还以为他是闹着玩，假装很痛。他很痛，我还打他呢。他之前应该很痛的，只是撑着罢了。可怜他，一连动2次手术，一定会很辛苦。不要担心，他年轻健壮，应该撑得住。你们去值班吧，他没那么快出来的啊。好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也先回儿科吧。手术完成我就打电话给你们。淑芬，你幼校为什么又要动手术？刚才优校肚子痛得很厉害，扫描后需要再处理里面的积血。不是说手术很顺利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状况呢？是不是昨晚我们给他吃那个？我只给他吃一点点，怎么可能会有事呢？这跟吃东西没有关系的，血肿是因为腹部出血，然后要想办法把这个积血给清除掉，重新缝合伤口。昨晚看幼校还是好好的，以为一切都会过去了，就等他康复谁知道今天又要动第2次手术。哎呀，动什么手术都有危险的啦。但是幼校跟我们说，这个动刀的医生是很厉害的，叫我们放心的嘛。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呢？早知道就不让他捐肝了。哎呀，现在说这些有意义吗？还没有意义？你说没有意义就没意义啊？谁叫你啊？当初要答应他，鼓励他。你不也同意的吗？那你应该阻止我啊！表姨，你别急，动手术难免有状况，发现了处理好就会没事了。是啊，血肿跟微创手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就算用传统的开刀方法，也会出现切口出血的问题。为别人孩子挨刀，还要动2次大手术，真的是拿罪来受。让儿子捐肝也是我们同意的，怪不了其他人。优秀这么好心，上天会保佑他的。你说的很简单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如果我儿子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要你陪我一个儿子。刚才那个是孩子的妈妈。医生啊，刚才你跟我说我的眼睛需要打针，那怎么样打？是直接打进眼白的部分啊，直接打到眼睛里面了，会不会瞎？这是黄斑病变其中一种的治疗法。如果不打针的话，你的眼睛失明几率会很高的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什么时候开始打？要多少钱？能不能用那个保健储蓄啊？啊，来，你先坐下哈。好，我先让护士小姐帮你预定打针时间，预计每1个月打1支，怎么付费、多少钱，她会跟你解释清楚的。好。把身份证给我，我帮你安排。好的，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要打针是吗？是黄斑病变，不是糖尿病病变啊。Sorry， 对不起医生。医生啊，这个小妹妹连我的病都搞不清楚，等一下跟我讲错了怎么办啊？哦。Mr. Go， 你的检验报告是我处理的，打针的事我来帮你安排吧。西斯昂非常了解你的病历，他可以解答你所有的问题。西斯昂，麻烦你了。Mr. Go， 请喝水。谢谢。我先跟你讲好治疗的过程，打针的次数、疗程还有费用，再帮你选一个第1次打针的日期。好，哎呦，
把针打在眼睛里，我真的有点怕。不怕，我慢慢的给你解释清楚，你就会放心了。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啊，要不然我忙到连午餐都没得吃。哎，对了，幼夏他怎么样了？离开手术室了吗？是血肿，已经处理好了。那小 baby 呢？还 OK 吧？有没有出现排斥？没有，甜甜的情况稳定，再观察1天就可以离开 ICU 了。这次的肝移植算是大功告成，那你以后就不用再往门诊跑了。这可是2件不同的事，门诊缺医生，也缺护士。我看他们忙不过来，才过去帮忙处理一些行政工作。女强人也是需要休息的。你不是说以前的工作都交给 Sister Q 了吗？行政工作还是我比较熟悉，要 Sister Q 完全接手，她需要一些时间。门诊中心的事就交给 Dr. Bay 吧。你是我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，你别总是请假吧。这几天拿 time off 是为了甜甜的手术，以后不会了。我下了班再过去门诊帮忙。你这样会不会太辛苦了？1个星期只抽3天过去，绝对不会影响这里的工作。哎，我还以为你还是可以留在我身边，没想到到最后你还是要离开我。你说什么？我是离开眼科。不回去不行吗？门诊缺人手，我很过意不去。Grace 是很好的员工，你一定要把她留下来。就算 Grace 回来，你还是可以留下的。把职员放在适当的位置是最聪明的选择。你这么有智慧，当然知道怎么做啦。去看幼夏了吗？还没呀。他动了2次手术。我知道，早上家里有事，我走不开。怎么啦？阿嬷又给你添麻烦啦？是我妈。照顾阿嬷很辛苦，安迪有没有跟你投诉了？你看。你不要找借口，你不像就不像。我们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跑去哪里？大老远把我跟你爸从医保叫出来，把阿南丢给我们照顾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对着空椅子说话，安迪瑞莫的压力一定很大。不只是压力大，还有更大的问题。那3盒药是 Fluoxetine、Diazepam 和 Zolpidem。安迪元波有忧郁症，他几时去看医生的？是澳大利亚医院开的药。我想他应该病了有一段时间了。他也可能是因为生病才放下工作回来的。他瞒着你们，一定是不想让你们担心。身体上的病痛我还帮得了，心里的病真的很难处理。最大的问题是他要隐瞒。他要是不承认自己有病，我怎么找心理医生帮他？一步一步来，不要吓到安迪 Rainbow。在还不能安排专业治疗之前，只能想办法帮他减压。我应该怎么做啊？我听说，让忧郁症的病人做一些简单、不需要思考的事情，能帮他们稳定情绪，减低心理压力。不如让他做这个吧。有人分享说，搓搓秀能让人减压、放松心情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在聊他的好朋友啦。不知道幼校现在怎么样了？你们没有收到 Sister An 的简讯吗？他的手术早就完成了。我知道，下班后我想去看看他，不知道他醒了没。
多挨一刀，看来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康复了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他。你先去值班吧，如果幼夏醒了，我再让你知道。什么？还没煮饭啊？你们肚子饿了？我还好，你妈呱呱叫，吵着要吃了。哦，我现在煮。哦。我们打包回来吃吧。阿南买了很多菜回来呀，一直放着不煮会坏的。我不知道煮什么。啊，我来煮好了，你先冲一杯麦片给你妈喝啊。不是说要吃饭了吗？煮到来起码要半个小时啊，她等到不耐烦不发脾气才怪呢。我跟你一起煮比较快。没关系，你跟阿南不在，我也是常常自己下厨啊。我看你很累了。我不累。昨晚半夜4点多，我起床上厕所的时候，看到你在客厅走来走去，你在想什么？可能是时差的问题，我还没有调试回来。哦，那你赶快去休息了，我自己煮可以了。哎，你还没冲热水啊？这麦片怎么吃啊？我看你是没睡好，所以精神这么差。要不要叫阿南带一点帮助睡眠的药给你啊？不需要，过一阵子就没事了。哦。想要吃什么？喂。对啊，刚刚下班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有急事啊？我可以自己回家。10万火急啊！干嘛一路不说话？你是要上门给病人看诊啊？进去你就知道了。嗨，Dr. Chu。嗨。刚巧顾客看房子，想起你对独二 K5 有兴趣，就临时给你打电话。没错，刚好我女朋友有空，可以一起来看房子。这位是 Aaron， 房屋经纪，我买卖房子做投资全靠他了。你好，这房子是买来自己住的吧？是的，有3个大人1个小孩，老人家喜欢清静，有2把钥匙，2个独立空间，可以互相照顾，又互不干扰。这里交通方便，5分钟就能走到地铁站，附近还有个公园，很适合老人家去散步。啊，这边有大厅、厨房，还有3个房间，环境很清幽。隔壁是独立的单位，我先带你们看这边，底下再带你们过去隔壁。好好。不好意思，先让我们聊聊。你妈改变主意，肯跟你一起住啦？Aaron 说的老人家不是我妈，是子睿的 grandma。你要麻德跟你一起住？看完房子之后，你一句话都不说，你对我的安排不满意啊？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你这么贴心，我很过意不去。我说过不会让你为难，买下这公寓不是很好吗？安迪白天可以跟子睿在一起，吃完晚餐之后就可以回去隔壁了。反正客厅是共用的，方便他2边跑。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，也不知道麻德愿不愿意。这房子最方便我们照顾安迪，他又有私人空间，这是最好的安排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暂时不能跟你一起住，你先别下定金，我找时间跟麻德谈谈。好，不急，慢慢来。
阿胜啊，你快点回来！你再不回来，你老妈和阿伯都要给人带走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冷静下来，慢慢跟我说。淑芬啊和多叔都去看房子了。淑芬要嫁人？应该是吧。我还听到他们打算安排我到新家的隔壁，算是跟他们一起住。喂，阿胜，喂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我要是跟他们走，你以后回来就见不到你老妈和阿伯了，这个家就散了。OK， 妈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这个家散的。我已经有计划了。什么计划？快说呀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妈，我现在很忙，你很快就会知道的。我去忙了啊。OK， 拜拜。喂，喂，哎呀，真是急死我了。Mrs. V， 一整晚没睡，很累吧？刚才睡了一会儿。哎，你也吃这个啊？哦，朋友送的。你这么劳累又不够睡，吃这个可以消除疲劳。好，我一会儿吃。你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甜甜还不能出院，总不能只靠你一个人照顾他。我想，他是不会回来的。怎么了？感情淡了，或者说，我对他已经没有了依赖。真难为你了，甜甜的病都是你一手包办的。甜甜出生2个月的时候，他就出国工作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1个月回家1次，现在却说忙，都2、3个月了，人影也不见。当时为什么不跟他一起过去生活呢？甜甜太小了，那时候他的工作还不稳定，本来想过一段时间再做打算，可是大家都习惯了，也不了了之了。夫妻分隔两地，对婚姻是有影响的。是的，距离远了，话题少了，有事的时候也不会找对方。可是女儿动手术，他总该回来看看吧？嘴上说回来的，可是机票没有买。我告诉他，如果在甜甜手术前看不到他，我就要跟他离婚。结果，也许他外面已经有人了。为了甜甜，为了自己，你要坚强。早就习惯了，现在有点麻木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跟我的宝贝好好的、快乐的生活下去。我离婚又带个孩子，还能有什么打算？别这么说，你还有机会找到好男人。想都不敢想。 Good morning。好男人来了。在说我坏话？没，再说你是个好男人，而且是位好医生。让我检查一下。没有发烧了。伤口没有发炎，应该很快就好起来了。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整个医疗团队。啊，对了，现在那个年轻人怎么样了？醒过来了，而且他年轻力壮，应该更快好起来了。我也去看了他，气色好很多。他还问起甜甜呢。甜甜真的很幸运啊，她完全没有出现排斥的现象，以后也不用喝这个特制奶粉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我真的很想亲自感谢那位捐肝给甜甜的好心人。
为什么不让 Mrs. Sweet 知道捐肝的人是 Dr. Pua？ 应该尊重幼校的意愿吧？他也只是想表达谢意，要不然我去问 Dr. Pua 要不要见 Mrs. Sweet。其实我还蛮欣赏幼校的做法，做好事不留名。是，经过你的调教，门诊的每一位医生都变成了好男人。不关我的事啊，是他们自己自动自发的。哎，又有一位好男人来了，来应征当你的代班医生。怎么是法的 ？Surprise！ 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中沸腾，白袍里的我也是。